你知道福岛核废水是什么吗？它其实就是日本福岛核电厂在2011年发生核事故后，为了冷却反应炉而使用的水。但是这些水也被污染了一些放射性物质，所以不能随便排放到大海里。日本政府说他们会先处理好这些水，把除了氚以外的其他放射性物质都去掉，然后再把水放到太平洋里。但是很多人不相信他们，觉得这样做会对海洋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福岛核废水就成了一个争议话题。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日本政府要这样做呢？他们不能把水存起来，或者用其他方法处理吗？其实日本政府也有考虑过其他方案，比如蒸发、固化、地下注入等等，但是他们认为这些方案都有各自的缺点和风险，而且成本也很高。他们认为把水放到海里是最安全和最经济的方法，而且也符合国际标准。不过这些说法并没有让其他国家和组织信服，他们还是担心日本政府没有充分评估和披露核废水释放的后果，而且也没有征求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意见和同意。那么影响核废水释放的因素有哪些呢？首先当然是科学的因素，比如核废水的成分、处理程度、释放方式、释放量、释放时间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核废水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程度。其次还有政治的因素，比如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动机和信誉，以及其他国家和组织的立场、反应和压力，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核废水释放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最后还有社会的因素，比如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及媒体的报道、评论和引导，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核废水释放的公开性和公正性。总之，福岛核废水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需要科学、政治和社会三方面共同参与和解决。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也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深入了解事实和背景，才能做出理性和负责任的判断。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南千水，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包括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并且能够激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这是一个共同成长和探索的空间，我们一起开始吧。你知道吗？福岛核灾是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当时一个强烈的地震引发了海啸，海水冲进了福岛第一核电厂，造成电力中断和冷却系统失效，核反应炉和贮存池里的核燃料开始过热，释放出大量的辐射物质。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微波炉，把里面的食物煮得焦黑，然后还要把它倒进水里，让水也变得有毒。日本政府为了处理这些核废水，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就是把它们排放到太平洋里。他们说这些水已经被处理过，去除了大部分的辐射物质，只剩下一种叫做氚的元素，它的半衰期只有12年，而且对人体和生态的影响很小。他们还说这是为了保护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因为如果不这么做，核废水可能会泄漏到土地上，造成更大的灾难。这就像是一个吃了臭豆腐的人，说他要把自己的口气吹到空气里，让大家都能享受这种美味，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牙齿腐烂掉。但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这个决定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愤怒。许多国家和组织认为日本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可行的方案，比如建造更多的贮存设施或者转移核废水到其他地方。他们还担心日本排放的核废水会对海洋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影响渔业和旅游业。他们还质疑日本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地监测和控制核废水的排放量和质量。他们觉得日本是在玩火，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这就像是一个拿住打火机在加油站旁边跳舞的人，说他只是想要找点乐子，而且他有信心不会引起爆炸。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担心福岛核废水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呢？别慌，我们来告诉你一些实用的策略，让你可以安心地享受水和食物，同时保持健康的身体。首先，你要知道政府和国际机构都有严格的标准和监测，来确保核废水的排放不会超过安全限值。你可以随时查看他们的官方网站或报告，了解最新的数据和分析，不要轻信一些没有来源或证据的谣言或恐吓，那些只会让你心烦意乱。其次，
你要注意饮用水的安全性。虽然核废水不太可能污染淡水资源，但你还是要选择可靠的供水商或品牌，或者自己过滤和煮沸水。如果你想喝点别的，可以选择一些有益健康的饮料，比如茶、果汁或牛奶。不要喝太多含糖或咖啡因的饮料，那些会让你脱水或失眠。再次，你要注意食品和海鲜的选择，核废水可能会影响一些海洋生物的放射性水平，所以你要避免吃一些来自日本东北海域或附近的海鲜，尤其是一些生食或半熟的。你可以查看食品包装上的产地标示，或者向卖家询问清楚。你也可以多吃一些其他来源的蛋白质，比如鸡肉、豆类或坚果。另外，你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它们可以提供你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帮助你抵抗放射性物质对身体的伤害。最后，你要关注个人健康，除了饮食之外，你还要保持足够的睡眠和适量的运动，让你的身体和心理都保持良好的状态。如果你有任何不适或疑问，可以及时去看医生或专家，不要自己乱猜或乱用药。你也可以多和家人或朋友聊聊天，分享你的感受和想法，让他们给你一些支持和鼓励。亲爱的朋友，我们希望这些策略能够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应对福岛核废水的问题。记住，核废水并不是世界末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和正确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安全地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你知道原田康博吗？他是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曾经担任过原环境副大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敢喝核废水。是的，你莫听错，他真的喝了核废水。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发生在2011年，当时日本发生了福岛核电厂事故，造成大量的核废水产生。为了处理这些核废水，日本政府声称他们有一种先进的技术，可以把核废水中的放射性物质去除，让它变成安全的水。但是，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认为这种技术不可靠，而且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于是，原田康博就站出来了，他想要证明日本政府的技术是有效的，也想要安抚公众的恐慌。他决定在记者会上亲自喝下一杯核废水，以示信心和勇气。他说：“我相信这个技术，我也相信这个水是安全的，我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然后他就把那杯水一饮而尽。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英雄的举动，或者是一个愚蠢的举动。不管怎么说，原田康博都成了全世界的焦点。很多人赞扬他的勇气和责任感，也有很多人批评他的轻率和无知。那么，原田康博喝了核废水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结果是，没有什么事。原田康博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也没有感染任何疾病。他就像平常一样继续做他的政治家工作。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喝了核废水就没有风险，因为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人体内积累，造成长期的影响。而且，原田康博喝的那杯水只是一小部分的核废水，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核废水都是安全的。所以，原田康博到底是不是一个英雄呢？这很难说。他可能是想要为日本政府辩护，也可能是想要为福岛灾民呼吁。他可能是真心相信那个技术，也可能是被迫接受那个任务。无论如何，他都做了一件很少有人敢做的事情。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测试一个未知的技术和一个未知的风险。原田康博现在还活住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喝了核废水后，并没有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日本政府仍然打算把核废水排放到大海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原田康博是否后悔他的决定呢？我也不知道，但我希望他能够健康和快乐，因为他已经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原田康博的故事让我们思考了一个问题：福岛核废水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就像原田康博说的那样，只要处理好就可以放心排放吗？还是要找到其他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方法呢？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关注和解决。你知道什么是核废水吗？核废水就是核电厂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这些放射性物质有些是天然存在的，比如铀、铋等；有些是人造的，比如铯、锶等。核废水的特性就是它会发出辐射，
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但是不会发光，只会发热。核废水的温度很高，所以需要用冷却系统来降低温度，否则就会像一个热水壶一样爆炸。放射性元素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放射性元素会释放出不同类型的辐射，比如 alpha、beta、gamma 等。这些辐射可以穿透物质，比如空气、水、衣服等，并且会与物质发生反应，改变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如果人体接触到过量的辐射，就会受到伤害，比如灼伤、癌症、基因突变等。如果环境受到污染，就会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比如杀死植物、动物、微生物等。那么，福岛核废水会不会造成放射性污染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标准。日本政府认为，福岛核废水已经过了处理，去除了大部分的放射性物质，只剩下一种叫做氚的元素。氚是一种低放射性的氢同位素，它在自然界也存在，比如在海水中。日本政府认为，把福岛核废水排放到海洋中，不会对人类和海洋生物造成危害，因为氚的辐射很弱，而且会被海水稀释和分散。但是，其他国家和组织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福岛核废水还是含有其他未知或未测出的放射性物质，而且氚也不是无害的。他们担心，如果福岛核废水排放到海洋中，就会造成长期和全球性的放射性污染，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你可能觉得这些话很难听懂，那我们来用一个故事来打比方吧。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小明，他家里有一个大水缸，里面养了很多鱼。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在家里做了一个实验，用了一些放射性物质，但是他没有处理好，就把它们倒进了水缸里。这些放射性物质就像一些小石头一样，沉到了水缸的底部，并且发出了辐射。小明的爸爸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用一个筛子把水缸里的水过滤了一遍，把大部分的小石头都捞出来了，只剩下一些很小的沙粒。他认为这些沙粒不会对鱼造成伤害，因为它们很小，而且辐射很弱，所以他就把过滤后的水倒回了水缸里。但是，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吗？你会不会担心这些沙粒还是会对鱼造成伤害，或者会随着水流到其他地方去，影响其他人和动物呢？你会不会觉得小明的爸爸应该把水缸里的水全部换掉，或者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来处理这些放射性物质呢？这个故事就是用来比喻福岛核废水的问题的。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趣吗？你觉得这个故事能让你更容易理解福岛核废水的基本原理吗？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建议，欢迎跟我分享。最后，我想用一个笑话来结束这个故事。你知道原田康博喝完核废水后说了什么吗？他说：“这东西真不错，我觉得我快要发光了。”谢谢大家的收看。